夫君阵亡的消息和他的佩剑，却在半空中一起送回将军府时，我才刚满19岁。顾夫人，老夫人年迈，二公子年幼，您身为将军发妻，该担起这一府重任。上一世，我含泪接旨，扛下了这濒临破败的将军府，我一个人操持内外，年纪轻轻便熬得面容枯槁，浑身病痛。直到10年后新帝登基，夫君带着太傅千金和一双儿女回到了将军府。这时我才知道，夫君为了跟太傅之女私奔，竟伙同婆母与族人，谎称战死边关，骗我守了10年活寡。而他们躲在江南生儿育女，用着我的嫁妆钱享尽荣华富贵。我辛辛苦苦撑起来的家业庄子田产全数被他们霸占了去，还没来得及算账，我便被一杯毒酒夺了性命。再睁眼，我又重生回到了夫君假死那天，不是装死私奔吗？那我就让你死得彻底！顾将军血战沙场，为国捐躯。夫君啊！妾身愿随夫君同去。誓死为顾家守剑。公公，夫君满门忠烈，臣妇斗胆弃械请旨，求圣上将夫君之名踏刻太庙忠烈碑。臣妇愿终生吃斋，奉养英灵。夫人真烈，咱家必将血主上达天庭。上了忠烈碑，便是天子盖棺定论的死人。顾庭轩，你既要死遁寻真爱，这一世只要你敢活过来，便是欺君罔上、满门抄斩的死罪。我定要你死个通透！我由丫鬟搀扶着，摇摇晃晃地退到了灵堂后堂的屏风后，稍作歇息。前头还在敲木鱼和诵经，后堂的隔间里却已经上演起了一出分赃大戏。老夫人，庭轩这回走的庄烈，圣上可是体恤的很呐。那可是整整1万两黄金的抚恤银，连带着这将军府的宅子也彻底变成了咱们顾家世袭晚殿的私产。这笔泼天的银钱，你打算如何安置？三叔公放心，庭轩是为了朝廷尽忠的，这笔抚恤金自然是入咱们顾家的公库。不过您老也知道，这笔御赐的谎黄金过于扎眼，万万动不得。我还指望着过段日子派亲信将这笔钱运到老宅去修缮祖坟呢。修缮祖坟，只怕是马不停蹄地运到江南，给他那个好儿子和那太傅之女去当做生意的本钱吧。前世就是这1万两黄金，成了顾庭轩在江南包揽丝绸茶道的启动资金，让他10年后富可敌国的带着太傅之女风光杀回京城，踩在我的尸骨上受封拜将。1万两黄金不动，那府里上下几百口人的吃穿嚼用怎么办？庭轩媳妇儿当年10里红妆嫁进来，那压箱底的现银首饰，江南的田庄地契，少说也有大几10万两。如今她是个无所出的寡妇了，这若干家业咱不能让她一个小辈把持。您老说的极是，掏空嫁妆养活我们将军府，也是他分内之事。等会儿办完法事，就逼他交出管家的对牌钥匙和库房账本。她一个没了男人的深闺寡妇，还能翻出天去不成？想吞了那1万两黄金的抚恤去给渣男创业，做梦！老妖婆，好戏才刚刚开锣，我马上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引火烧身，绝度挖根。我可怜的儿媳呀！庭轩这回走得突然，咱们顾家上下皆是痛心疾首。可人死不能复生，这几百口人的生计还得继续往下走啊。三叔公教训的是，念初，母亲也是为了你好，
管家是个劳心劳力的苦差事，你年纪轻轻，哪里熬得住？倒不如把库房钥匙和对牌交出来，由母亲替你打理。交出钥匙。你成何体统？你这忤逆不孝的毒妇，竟敢在灵前扯下白绫！你还要不要一点脸面？脸面，大晋律例明文规定，将门遗孀若无子嗣，可待嫁妆归零改嫁。将军府不过名头光鲜，府里几百口人的月令，母亲每日的极品血宴，哪一文不是我的嫁妆？二弟顾庭远背靠武举，他骑的宝马，穿的软甲，结交权贵的打点银子，全是我母族砸出来的。他们当然清楚将军府是个怎样的空壳，他们早已盘算好要运去江南，给顾庭轩做生意本钱，绝不可能拿出来填补家用的亏空。现在若是逼急了我，切断了我的嫁妆补给，顾庭远的仕途就全完了。既然诸位长辈觉得我无所出，不配管家，那我今日便不再受这份窝囊气。去职，去库房清点我的嫁妆单子，套车回娘家。别，使不得，使不得！念初，都是母亲一时糊涂。庭轩媳妇儿，方才是老朽说错了话，这管家之权非你莫属。看着他们为了钱财疯狂摇尾乞怜的丑态，我心底泛起一阵令人颤栗的暗爽。让我留下收拾这个烂摊子，也不是不行。口说无凭，今日就在灵堂前，当着夫君的牌位立下字据。从今往后，将军府内一切地契、房契，甚至包括夫君留下的那半枚兵符的代管权，全部过户归入我的名下，由我全权做主。这兵符代管权和地契毕竟事关重大，念初，非是母亲舍不得，只是这地契和兵符乃是顾家百年基业，总得容我与族老商议个章程，明日再给你准信可好？母亲既要商议，儿媳自然不能拦着长辈。前世我曾无意间发现了这书房，博古架后，幽暗深邃，直通地库的暗道。全换了。母亲和族老们可是商议妥好了。我们签。
老夫人，宫里来人了。臣妇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万岁！刻上忠烈碑。他原本以为我的请旨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谁能想到皇上为了彰显仁德，竟真的恩准了。完了，全完了！名字一旦刻上去，受了百官香火，夫君就等于死透了。欺君罔上，满门抄斩！你这个恶毒的叫家精，谁让你去求这道催命符的圣旨的？你是不是想害死你夫君？母亲这是癔症了吗？夫君战死沙场，名字能上忠烈碑，是何等的光宗耀祖？您不赶紧烧香拜佛，怎么反倒怪我害死他？欺人太甚，都给我碎！毒妇，毒妇！这可怎么办？顾庭轩的名字上了忠烈碑，他这辈子只能在江南做一个见不得光的商贾了。太傅大人若是知道他回京无望，还会把女儿下嫁给他吗？我儿的命好苦啊！老太君息怒，当务之急是要赶紧把那笔钱送去江南呐。将军现在身份受限，处处都需要银子打点铺路。太傅那边只要有金山银山填着，断不会翻脸。只要将军在江南富甲一方，未必过得比在京城差。对，那万两御赐黄金，沈氏那蠢货攥着地契，可黄金全封在暗库里。趁着这几日府里大丧人多眼杂，立刻安排人手出城。夜黑风高，寒风呼啸，我披着一件暗色的大氅，悄无声息地站在高阁的暗影处，冷眼俯瞰着将军府的后门。动作快点，手脚都给我麻利些。小心些，千万别磕碰了封条。他甚至还亲自上前，摸了摸箱子上我仿造得天衣无缝的封印，感受着那需要4个壮汉才能勉强抬起的沉甸甸的分量。去吧，快马加鞭走水路，务必亲手交到庭轩手中。哼！满墙孤本，名家真迹，极品紫檀，估价吧。
除了一丝勉强，只要是能搬走的，绝不折现。冷冷的下令。这边当铺的马车刚走，后脚婆母便得了消息，在一群丫鬟的簇拥下，气急败坏地冲了过来。看着空荡荡的书房，婆母一口气没喘上来，险些绝过去。你这败家的毒妇！她双目赤红，扬起手中的拐杖，就要在院子里撒泼发作。这可都是庭轩的心头肉啊！我今日非要请家法打死你这毒妇！我不仅没躲，反而一把拽住婆母的衣袖，直接拉着她跌跌撞撞地冲向了前院灵堂。灵堂内外满是来往的权贵命妇。我趁着婆母还未站稳，猛地扑通一声跪倒在灵堂正中的火盆前，声嘶力竭地痛哭出声：“母亲大意啊！”这一嗓子尖锐凄厉，瞬间让喧闹的灵堂鸦雀无声。所有达官贵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聚了过来。我扯着嗓子，一边磕头一边大哭，字字泣血。母亲教训的是，夫君为国战死，将军府理当节俭以慰先灵。母亲高义，宁可让我将夫君生前最钟爱的紫檀家具、名贵古籍尽数变卖，也要把这笔换来的银钱全数捐给边关的伤残老兵。儿媳虽苦，但也定当遵从母亲的深明大义，绝不私留一分一毫奢靡之物。此言一出，满座哗然，随即爆发出阵阵赞叹。难怪顾将军能上忠烈碑，原来是有这样一位深明大义、毁家纾难的母亲啊！顾老太君高义，真乃我朝诰命之典范。婆母举着拐杖的手僵在半空，浑身剧烈地颤抖着。她脸色从惨白憋到铁青，又从铁青憋成紫红。我似乎听见了婆母将满口老血硬生生咽回肚子里的声音。在满京城权贵的注视下，她只能强行扯出一个扭曲的笑容，从牙缝里生生挤出几个字：“这都是老身应该做的。”跪在火盆前的我，将一张冥纸扔进火中，借着火光的掩映，勾起一抹酣畅淋漓的冷笑。母亲大意，儿媳恳请母亲将陛下新赐的那万两御赐抚恤金，也一并捐给边关的伤残将士吧。方才还在交口称赞婆母高义的达官贵人们，瞬间安静了下来，无数双眼睛齐刷刷地盯在了婆母那张老脸之上。婆母脸上的那点僵硬的假笑，在这句话出口的瞬间彻底崩裂了。你在这胡沁些什么？她顾不上满堂的宾客，猛地扑过来要捂我的嘴，压低了嗓音疯狂咒骂：“那可是圣上所赐，怎可轻易动用？你给我闭嘴！”我避开她的手，哭得愈发肝肠寸断。母亲，并非儿媳逞强要拿皇恩作秀，实乃咱们这偌大的将军府内囊早就亏空殆尽了呀。这半年来，府里上上下下的嚼用，全靠儿媳变卖嫁妆苦苦支撑。如今夫君战死，母亲您又把持着那万两抚恤金，不肯拿出一分一毫来救急。儿媳走投无路，想要给夫君办场体面的法事，这才不得不变卖了夫君生前的心头好啊。我字字泣血。母亲若是不肯交出抚恤金，那儿媳明日便只能去当铺，把当年皇太后赏赐我的那对赤金蕾丝凤钗也当了，总不能让将军的灵堂断了香火。此言一出，满座哗然，一时间看向婆母的眼神全变了。原来顾老夫人方才的毁家纾难是慷他人之慨呀，拿的都是儿媳的血汗钱。嘘，小声些，没听见吗？人家连御赐的抚恤金都死死捂着呢，这是钻进钱眼里了。婆母站在原地，脸涨成了猪肝色。她想辩驳，可内裤亏空是真，我变卖嫁妆是真，抚恤金她不肯拿出来也是真。她被我死死架在架子上，在满京城权贵面前被彻底钉在了虚伪自私的耻辱柱上。好不容易熬到宾客散尽，灵堂重归死寂。贱人，你这个黑心肝的贱人！婆母再也装不下去了，她头发散乱，双目赤红，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你就是欺负我儿子死了，欺负我这个孤苦无依的老太婆！你故意在那么多人面前给我难堪，你想毁了顾家的清誉！”我缓缓站直了身子，拍了拍裙摆上沾染的纸钱灰烬，转身看向这满堂刺眼的白帆。母亲，我顿住脚步，缓缓回过头，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庭轩，他真的死了吗？婆母的脸在刹那间褪去了所有的血色，惨白如纸。她害得连连倒退，扑通一声跌坐在蒲团上。我未发一言，冷笑一声，转身离。3日后，我称病闭门谢客，乔装打扮，秘密登上了南下的商船。凭着前世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没费多少功夫，我便在江南府最繁华的柳叶巷深处找到了那座占地极广、极尽奢华的私宅。我戴着帷帽，隐在一处高阁的暗影中，俯瞰着宅院里发生的一切。
回廊下，曾对我冷若冰霜，端着不可一世将军威严的顾廷轩，此刻正穿着一身江南上好的蜀锦，像个卑躬屈膝的奴才一样，正细细剥着晶莹剔透的葡萄，一颗颗未尽软踏上那个女人的嘴里。那女子云鬓酥腰，生得娇柔无骨，腹部已有微微的隆起，那是当朝太傅的千金林婉婷。看着她对另一个女人温柔小意，我只觉得一阵恶心。我前世的10年，为了她这所谓战死的牌位，在京城吃糠咽菜，熬瞎了眼。她却这般滋润地躲在江南金屋藏娇，纵享天伦。就在这时，院子里突然爆发出一阵尖叫声。石头，你母亲大老远送来的10个大箱子，怎么全是石头？林婉婷一把打翻了顾廷轩手里的白玉果盘，指着院子里那10几口刚被人用铁棍撬开的红木大箱子，气得浑身发抖。顾廷轩满脸错愕地站在原地，他脸色铁青，语无伦次地嗫嚅道：怎么会这样？母亲在信函里明明说这是朝廷赐下的万两抚恤金。顾廷轩，你到底还有没一句实话？林婉婷捂着肚子，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我堂堂太傅千金，未婚先孕，委身于你，我图你什么？我父亲本就嫌弃你家世单薄，现在你的名字被那个贱人搞上了太庙忠烈碑，你连京城都回不去了。我们带出来的积蓄早就置办这宅子耗尽了，现在连你顾府的接济都只是一堆石头，你让我拿什么养肚子里的孩子？定是这护送途中出了家贼，被调了包。我这就写信回京，质问我母亲。你写信有什么用？林婉婷一把甩开他，咬牙切齿道：都是因为京城那个霸占着你正妻之位的贱人。当初你为何还不写一封休书，将她休拔回娘家？听到休妻2字，顾廷轩的眼神却闪烁了起来，他梗着脖子，死活不肯松口。他母族家财万贯，我不休他，他便会拼了命的拿嫁妆去填补将军府的亏空，去供养我2弟考武举。我看着摸着肚子抽泣的林婉婷，原来他们早就在一起了。按这运度算来，只怕在顾廷轩尚未前往雁门关战死之前，他们便已经珠胎暗结。翌日，江南最奢华的银楼珍宝阁，林婉婷正有几个丫鬟扶着，兴致缺缺地挑着婴儿的金锁片。掌柜的，把你们这儿最好的打造长命锁的师傅找来。我扬声喊了一句，林婉婷似乎觉得这声音有些耳熟，下意识地偏过头，正对上我的脸，手里的金锁片掉在了地上，她惊骇地倒退了2步，脸色煞白。林小姐，真巧。我故作惊讶地迎上前，京城一别，数月未见，林小姐怎的不在京中待嫁，跑到这千里之外的江南来了？你这么在这儿？林婉婷结结巴巴，一句话也说不全整。我抽出丝帕，红着眼眶，声泪俱下的在柜台前拉着她大声哭诉：我家将军在雁门关外惨烈战死，连具全尸都没留下。我费尽千辛万苦，泣血求陛下降旨，终于将他供在了太庙忠烈碑上。听闻江南梵音寺的高僧最善超度亡魂，我便抛下京城的一切，南下这千里，只求能再见夫君的亡魂一面。夫君亡魂4个字，我咬得极重。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放开我！他猛地挣脱我的手，连掉在地上的金锁也顾不得捡，慌不择路地带着丫鬟落荒而逃。看着他狼狈的背影，我挑了挑眉，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接下来的整整5天，这江南府变成了林婉婷的炼狱。她去绸缎庄选料子，我会恰好拿着一块白布从她身边飘过，红着眼拉着她问：林小姐，你说这料子做招魂幡，将军在泉下会不会喜欢？她去茶楼听戏，我会碰巧坐在她隔壁雅座，悠悠的叹息：昨夜将军托梦给我了，他说他死得好惨，他说他旁边怎么睡了个肚子很大的狐狸精。第5天，林婉婷终于彻底崩溃了。就在江南最繁华、人流最密集的青云街头，她正坐在马车里，一抬头又看到我撑着一把伞，站在桥头悠悠地看着她笑。啊，鬼！你是鬼！你不要缠着我！林婉婷抱着脑袋，嘶声尖叫着从马车里滚了下来，跌坐在大街上，披头散发的大喊大叫。这番失控的疯癫举动立刻引来了无数百姓的围观，整条青云街瞬间被水泄不通的人群堵死了。婉婷，你怎么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正巧在附近巡视名下商铺的顾廷轩闻声赶来，他满脸焦急地推开人群，一把将跌坐在地上的林婉婷搂进怀里，心疼地呼唤。也就是在这一刻，他抬起了头，视线穿过层层人群，正正撞入了我的眼眸里。那一瞬间，顾廷轩浑身的血液刷得凉透了，他瞳孔剧烈震荡，嘴唇颤抖着，却连半个音节都发不出来。他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走！顾廷轩甚至顾不上整理林婉婷散乱的衣襟，一把拉起她，压低声音怒吼一声，试图拨开人群狂奔。站住！我怎么可能让他如愿？我猛地掷出手中的油纸伞，一步上前，
在这喧闹的街头怒吼出声：“顾庭轩，你不是战死在雁门关外了吗？连太庙的忠烈碑上都有你的名字，你为何没死？你为何抛妻弃母，和咱们当朝太傅家的千金在江南纠缠不清？”围观的群众的里三层外三层的将他们死死堵在路中央。这位夫人，你认错人了。认错人？顾将军，你这遮掩借口未免也太拙劣了些。我看着顾庭轩那张扭曲变形的脸，眼底的嘲弄几乎要满溢出来。顾庭轩死死将大着肚子的林婉婷护在身后，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面对无数百姓刀子般的目光，他咬破了舌尖，强撑着最后的底气嘶吼：“毒妇，我根本不认识你！江南府重地，岂容你一个疯婆子在这里胡乱攀咬？我乃本分商人黄武，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什么死了的将军，简直荒谬至极！”林婉婷也从极度的惊恐中回过神来，她煞白着脸，紧紧抓着顾庭轩的衣襟，如同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般尖声附和：“对，他是我夫君，是个本分商人，你莫要在此妖言惑众。”我上前2步，眼眶瞬间红透，眼泪如同断了线的珠子般滚落下来。你若不是顾庭轩，为何听见我的声音便落荒而逃？你若不是那顾将军，为何在这江南重金买下豪宅，却终日畏首畏尾，连青天白日都不敢露出真容？我猛地扯下戴在头上的素白珠花，狠狠砸在顾庭轩的脚边。我在京城，为了保住你顾家将门的最后一点体面，散尽10里红妆，我跪在宣旨太监脚下，磕破了头颅，泣血求陛下降旨，这才让你的名字被齿刻在太庙忠义碑上，享受大晋朝万世的香火供奉。你倒好，为了这么个狐妹子，连祖宗的祠堂名分都不要了，连自己的列祖列宗都不认了。你对得起雁门关外数万阴魂，对得起圣上的浩荡皇恩吗？方才还只是看热闹的江南百姓顿时炸开了锅。江南虽远离京城，但大晋朝最重忠孝之节，这等皇室丑闻简直骇人听闻。怪不得这黄武自从搬来柳叶巷，成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人群中一个卖货郎猛地一拍大腿，恍然大悟地高喊：“前阵子衙门例行核查外来户籍，这厮死活称病不见，连门缝都不开，塞了几十两银子，把衙役打发了。”天哪，那旁边那个大肚子的，就是京城太傅家的千金吗？这等贵女怎么跟个诈死的死人搞在一起了？还没过门，肚子都这么大了，真是不知廉耻！欺君罔上，这是要诛九族的大罪啊！群情激愤，百姓们的唾沫星子几乎要将顾庭轩和林婉婷淹没。那些指指点点、如芒在背的议论声，将顾庭轩好不容易伪装的体面撕得粉碎。林婉婷更是承受不住这种当街被骂不知廉耻的羞辱，捂着肚子，双眼一翻，竟险些晕死过去。就在这时，街角传来一阵整齐划一、铿锵有力的甲胄碰撞声。都让开！知府大人办案，闲杂人等退避。江南知府头戴乌纱，身披官服，带着数十名手持水火棍的精锐衙役，将人群强行拨开。方才这街头的动静实在太大，欺君、太庙、太傅这几个字眼，早有眼线的差役飞报了府衙。江南府衙威严肃穆的正堂之上，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杀威棒声，江南知府重重拍下惊堂木：“堂下何人，竟敢当街妄议朝廷忠烈与太傅家眷？还不速速从实招来！”知府居高临下，官威赫赫。我站在大堂正中，民妇乃京城威武将军，太庙中列碑所刻之人，顾庭轩的明媒正妻。我从袖中掏出那封早就备好的厚厚诉状，以及从京城带来的一路铁证，双手托举，高高越过头顶，声音铿锵有力：“民妇今日要状告顾庭轩伙同京城顾氏宗族，捏造战死假象，骗取朝廷万两抚恤金，更要状告他隐姓埋名，在此与太傅之女私相授受，犯下欺君罔上、无视国法之死罪。民妇有铁证在此。”我猛地转身，指着跪在地上面如土色、浑身抖如筛糠的顾庭轩：“顾庭轩左肩胛骨下有一处铜钱大小的暗红色胎记，江南知府大人若是不信，当堂验身便知真假。”此言一出，顾庭轩发出了一声绝望凄厉的哀鸣：“大人，他血口喷人啊！”江南知府哪里会理会他的哀嚎，一挥手，2名凶神恶煞的衙役直接上前，撕啦一声粗暴地撕开了顾庭轩那身名贵的蜀锦长袍，左肩胛骨下一枚暗红色的胎记，在衙门大堂明晃晃的光线下，刺目而清晰。堂上的师爷和差役们倒吸了一口凉气。顾庭轩这个受了太庙皇恩香火的死人，真的活生生的跪在堂下。江南知府甚至都不敢再审下去了，这案子牵扯太傅、
牵扯太庙皇恩，根本不是他一个小小的地方官能决断的。800里加急，即刻上报京城刑部与圣上决断。800里加急的奏折送入皇宫的那一刻，圣上震怒，御书房的端砚被砸个粉碎。龙颜大怒之下，直接动用了锦衣卫，拔出萝卜带出泥。短短半月之间，曾经在朝堂上不可一世的太傅府，因涉嫌结党营私、包庇逆贼、伪造军报，被上万锦衣卫团团包围，彻底查抄。太傅一家老小连夜锒铛入狱，家产尽数充公。而江南那边，顾廷轩被带上了重达几十斤的死囚穆家，和因为惊吓过度而见了红的林婉婷一起，被锁在露天的剑车里，顶风冒雪，日夜兼程的被押解回了京城天牢。至于我不仅毫发无损，甚至成了整个京城百姓交口称赞的烈性奇女子。圣上念及我母族捐助边关的功劳，更念及我大义灭亲、揭发欺君逆贼有功，不仅当庭下旨免除了我知情不报的连带之罪，还特赐了一块高义深明的玉匾。天牢底层终年不见天日，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腥臭的霉味。我穿着一袭华贵大氅，手中抱着个暖烘烘的手炉，由牢头亲自提着灯笼引路，缓步走进了长廊。隔着手腕粗的生锈铁栅栏，我终于见到了曾经风光无限的婆母。此刻的她披头散发，身上的囚服沾满了秽物，枯瘦的双手死死抓着铁栅栏，像是一只在阴沟里苟延残喘的老鼠。听到脚步声，她抬起头，在看清我那身光鲜亮丽的装扮时，婆母那双浑浊的眼珠子瞬间爆满了红血丝，猛扑到铁柱上，疯狂地嘶吼起来：“你这个毒妇，你这个克夫败家的扫把星，是你毁了将军府，是你害了我的庭轩啊！”他叫骂的嗓子都劈了。突然，他仿佛想起了什么，猛地一怔，死死盯着我。钱，我的钱，江南的10箱御赐黄金，是不是你这个贱人偷偷调包了？听到这儿，我忍不住发出一声低笑。母亲，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那10个大箱子装车的时候，可是您亲自督阵的，连那封条也是您亲手一点点贴上去的。儿媳可是连库房的边都没碰着啊！我顿了顿，欣赏着他那副几欲崩溃的表情，压低声音补充道：“母亲与其在这里攀咬儿媳，不如仔细回想回想，您送去江南的那堆京郊护城河的烂石头，压起秤来，手感可还算分量十足。”急怒攻心之下，婆母喉头一甜，一口黑血猛地喷溅在铁栅栏上。她两眼一翻，砰的一声，直挺挺地砸倒在冰冷潮湿的牢房地上，生死不知。毒妇，你对母亲做了什么？隔壁的牢房里传来一阵剧烈的铁链碰撞声，满身血污、被打得皮开肉绽的顾廷轩，像一头发疯的野兽般扑到栅栏前，双手死死攥住铁棍，骨节泛白。沈念初，你做事为何如此之绝？你安分守己地待在京城管家，我念你一份苦劳，就算将来我东山再起，也不会亏待于你。你如今将事情闹到圣上面前，毁了我的名声，毁了太傅府，你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吗？我绝情。我上前一步，隔着半寸的距离，死死盯着顾廷轩的眼睛。顾廷轩，你带着太傅之女在江南温香软玉、锦衣玉食时，可曾想过我在将军府替你吃糠咽菜，应付那些讨债的族老？你想让我替你赡养那刻薄的毒母？你想榨干我母族的最后一滴血肉，去填你那无底洞的野心？你甚至还想让我在京城替你守着那块该死的贞节牌坊，熬干我一生的骨血。我猛地提高了音量，每一句话都像是砸向他灵魂的重锤。你现在跟我谈报应？这大牢里的恶臭，你身上的枷锁，就是你顾廷轩自己的报应。这绝路是你一步步自己走出来的，我不过是替你亲手关上了那扇门而已。顾廷轩被我眼底的恨意震慑得连连倒退，他张了张嘴，却一句话也反驳不出来。我没有再理会他颓废的死狗模样，拢了拢大氅的白胡领，转过身，踏出了阴冷的天牢。3日后，圣上的最终判决正式下达。不得不说，顾廷轩的命确实够硬。当年在雁门关，身上却有护驾之功傍身，加之朝堂上总有那么几个迂腐的旧臣念及顾家先祖的功勋，在一众老臣的苦求下，圣上最终留了他一条狗命。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顾廷轩被剥夺了一切将军爵位、功名利禄，贬为庶民，永世不得录用。从天牢里被放出来的那天，大雪纷飞，顾廷轩满身鞭伤，拖着沉重的步伐，与婆母相互搀扶着，一瘸一拐地走在京城的大街上。路过的百姓如同避回瘟神一般躲着他们，甚至有人朝他们扔烂菜叶子。廷轩，不怕，我们还有家，将军府还在。婆母冻得嘴唇发紫，枯槁的手死死抓着顾廷轩的胳膊。那小贱人就算再嚣张，她终究是个富人家。咱们回府，
只要回了祖宅，咱们关起门来，总还能苟活下去。顾庭轩咬着牙，眼中也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光。两人互相搀扶着，终于挪到了将军府那扇朱红色的气派的大门前。门没关，半掩着。顾庭轩眼中爆发出一阵狂喜，他伸出那双布满冻疮和伤痕的手，猛地推开了大门。母亲，我们回家了。哗啦，一盆混杂着隔夜泔水、烂菜叶子、带着冰碴子的冷水，劈头盖脸地从大门内泼了出来。冰冷刺骨的脏水瞬间浇透了顾庭轩和婆母单薄的囚服，将他们浇成了一只彻头彻尾的落汤鸡。那刺鼻的馊臭味在冷风中弥漫，婆母被冻得凄厉地惨叫了一声，直接跌坐在台阶上，浑身剧烈地抽搐起来。什么脏东西，也敢脏了我的门槛！顾庭轩抹去脸上的泔水，狼狈地抬起头。大门内，我双手交叠在身前，我的身后站着数十名手持粗大水火棍、虎背熊腰的护院家丁。沈念初，你疯了吗？我是顾庭轩，这是我家，你竟敢拿泔水泼我！顾庭轩彻底破防了，他试图硬闯，双目赤红的怒吼：“你家！”我嗤笑一声，不紧不慢地从袖中抽出那一叠厚厚的契书，在那群护院面前抖开，那上面鲜红的手印在此刻显得尤为讽刺。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我厉声喝道，声音如同金石相击，震慑全场。早在半个月前，这府里一切的地契房契，连同每一砖每一瓦，就已经试过了官府名录的我沈念初名下的私产。这宅子现在姓沈，不姓顾。顾庭轩死死盯着那白纸黑字的契约，大脑嗡的一声，仿佛被一柄大锤狠狠砸中。那是在他假死灵堂上，他母亲为了保住他二弟考武举的钱，亲手画押送给我的。这不可能，不可能！你这毒妇，你设局害我们！这不可能，不可能！你这毒妇，你设局害我们！婆母坐在泔水里，像个疯子一样拍着大腿嚎哭。我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对母子，眼神中是令人胆寒的厌恶与冰冷。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这盆泔水就当是我给你们践行了。我微微抬起下巴，素手冷酷的一挥：“来人，这两个低贱的庶民试图擅闯私宅，给我打断他们的腿，像扔死狗一样，给我丢出这条长街。若是再敢靠近沈府半步，直接打死不论。”是。东家，数十名如狼似虎的家丁爆发出震天的领命声，粗重的棍棒如同暴雨般落了下去，凄厉的惨叫声，棍棒击打在皮肉上的闷响声，交织在京城纷飞的大雪中。顾庭轩引以为傲的将军尊严，婆母颐指气使的诰命威风，在这一刻被彻彻底底的碾成了烂泥。他们像两只名副其实的丧家之犬，在无数京城百姓的唾骂与围观中，被乱棍生生地打出了这条他们曾经横行霸道的长街。太傅一党倒台时，家产被抄没，林婉婷成了无家可归，还挺着个肚子的罪臣之女。曾经围在他身边献殷勤的权贵子弟们，如同避瘟神般对他避之不及。为了活命，他只能独自挺着大肚子回了江南，去投奔那些曾经被他爹看不起的远的不能再远的穷酸亲戚。而顾庭轩与婆母在京城声名狼藉，连去乞丐窝要饭都会被打出来。他们身无长技，又满身病痛，只能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互相拖拽着，咒骂着，逃向了京城之外那苦寒荒蛮之地。时光荏苒，犹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已是整整5年过去。京城东大街最顶尖的茶楼聚仙阁3楼雅座内，地笼烧得温暖如春，上好的红泥小火炉上正咕咚咕咚煮着千斤1两的极品雪顶寒翠，茶香袅袅，沁人心脾。我慵懒的斜倚在铺着整张柔软白虎皮的紫檀木软榻上，随着我翻阅账册的动作，步摇上的流苏发出清脆悦耳的碰撞声。这5年里，将军府那块满是晦气与虚伪的牌匾早被我劈了当柴烧，换上了烫金的沈府2字。没有了顾家那一大家子吸血虫的拖累，我将夺来的家底与我沈氏母族的财力彻底盘活。凭着前世那些用血泪熬出来的对时局的先知先觉，我雷厉风行地拿下了京城通往江南、漠北的几条核心商路。如今的沈念初已经是名动大晋，连当朝户部尚书见了我都要客客气气拱手唤一声沈大当家的皇商女首富。我端起那只薄如蝉翼的白玉茶盏，轻轻撇去浮沫。屏风外正传来几个走南闯北的客商们高谈阔论的八卦声。哎，你们听说了吗？当年那个因为欺君罔上被圣上褫夺了封号，赶出京城的顾家，前阵子在西北的苦寒之地过得极惨。一个粗犷的客商大声说道，语气里满是幸灾乐祸。我饮茶的动作微微一顿，眼底划过一抹极淡的冷芒。丫鬟站在我身旁，极有眼力见地替我挑亮了炭火，垂手静听。怎么没听说？另一个客商接腔，语气唏嘘却又带着痛快。那顾家老太婆到了西北没几天就染了风寒，那穷乡僻壤的看病抓药都得要现银，
听说那顾庭轩为了给自己留点买干粮的钱，活生生把那老太婆拖病在破庙里，连半口热水都不给她喝。那老太婆临死前，在破草堆里滚成了个泥人，指着顾庭轩的鼻子骂他是个不孝的畜生，最后是一口黑血没有出来，活活憋死的。最绝的还在后头呢。那最先开口的客商一拍桌子，嗤笑道：那顾老太婆口口声声教导儿子要至孝至纯，结果他咽气后，顾庭轩嫌买棺材费钱，连张破草席都没舍得买，直接趁着夜黑风高，拖着他亲娘的尸体扔进了城外的乱葬岗。听说第二天去的时候，那尸体都已经被几条饿疯了的野狗啃得面目全非，只剩骨头架子了。不止呢，还有顾家那个眼高于顶的老二。旁边一个青衫书生打扮的茶客冷笑着插了嘴，满脸的鄙夷。当年这顾老二拿着嫂嫂的丰厚嫁妆，在京郊大营花天酒地，结交权贵，成日里吹嘘自己定能高中武举，光宗耀祖。结果呢，他亲哥犯下欺君之罪，直接连累的他被兵部褫夺了科考资格，3代之内终身不得录用。这武举的通天梯算是彻底断了。那他后来怎么着了？众人纷纷好奇地追问。那顾老二心高气傲，哪里受得了这等从云端跌落泥潭的落差？他不甘心回乡种地，竟厚着脸皮跑去求昔日那些花他的钱，与他称兄道弟的权贵公子哥儿，指望人家能动用关系拉他一把。结果人家嫌他是个欺君罪臣的家属，觉得晦气极了，不仅大门紧闭，还纵容家丁恶仆将他乱棍打了出来，当场深深打断了他的双腿。那书生用扇子敲了敲桌面，啧啧摇头。听说那顾老二变成个残废后，受不了这等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屈辱，当天夜里就在城外的一棵歪脖子树上找了根破麻绳含恨自尽了。死的时候眼睛瞪得老大，满脸的不甘心，可连个替他收尸的亲人都没有，最后还是官府的人嫌臭，挖了个坑随便给埋了，活该。拿着嫂嫂的血汗钱充大爷，这叫报应不爽。还有那个太傅家的千金呢，那下场更是凄惨。第三个客商压低了声音，像是在分享什么骇人的见闻。太傅倒台，他未婚先孕去投奔江南的亲戚，结果你们猜怎么着？那亲戚贪图几十两银子的聘礼，直接把他当个物件发卖给了当地一个屠户做田房。那屠户是个大他30多岁的残废老官夫，不仅面貌奇丑，还极其暴力。林婉婷生下个孽种后，成天被那老屠户拿杀猪刀被打得皮开肉绽，连猪圈都睡过。现在被折磨得人鬼不似，疯疯癫癫的。我将杯中那口极品好茶缓缓咽下，醇厚的茶香在唇齿间散开，只觉得这5年来，心里最后那一丝残存的意难平，终于彻底烟消云散。夫人，时辰不早了。丫鬟轻声提醒道：今日逢了冬至大雪，城外流民骤增。您上个月吩咐在城南搭的施粥棚已经支起来了，各大商行的掌柜们都在外头候着，等您去亲自点火食这第一碗粥，好给来年的商路积福呢。走吧，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可是这几年我沈氏商行屹立不倒的规矩。我放下茶盏，站起身来，马车碾过厚厚的积雪，在城南10里亭的巨大施粥棚前停下。今年的冬日冷得血性，滴水成冰，北风犹如刀子般割人。粥棚前密密麻麻地排满了衣不蔽体、冻得瑟瑟发抖的流民，2大口铁锅里熬着浓稠的杂粮肉末粥，热气腾腾地翻滚着，散发出救命的香气。我披着一件价值连城的火狐大氅，怀里抱着撮金银的手炉，在数十名带刀护卫的簇拥下，踩着丫鬟铺好的红毡毯，缓缓走下马车。那身华贵至极的打扮，在这片死气沉沉的鸡鸣中，犹如神明将士般耀眼。多谢沈大善人，活菩萨啊！流民们看到沈家的旗帜，纷纷跪伏在雪地里，磕头如捣蒜。我神色淡淡的颔首，正准备接过掌柜递来的长勺，忽然粥棚的角落里爆发出一阵极其惨烈的厮打与喝骂声。打死你个臭要饭的瞎子，敢抢老子的馊窝头，给我往死里打，踩折他那条好腿。几个凶神恶煞的流民正围着一个蜷缩在雪地里的乞丐疯狂拳打脚踢。那乞丐浑身裹着不知从哪个死人身上扒下来的烂棉絮，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腥臭味。他的左腿显然早就断了，呈现出一种极其扭曲的姿态，在雪地里拖行，双手死死护着怀里那半个已经发霉、沾满了烂泥的硬窝头，任凭雨点般的拳脚落在身上。住手！我微微蹙眉，冷声呵斥：
几个护院立刻上前，一脚一个将那几个打人的流民踹开，随后像拎死狗一样嫌恶地捏着鼻子，将那被打得奄奄一息的乞丐重重地掷在了我面前3步远的雪地里。那乞丐在雪地里痛苦地痉挛着，污血混着黑泥糊满了那张犹如6旬老叟般沟壑纵横的脸。他为了抢回那半个滚落的搜窝头，拼命地在雪地里往前爬，那只满是冻疮和脓血的黑手正好抓在了我那鹿皮靴肩膀。他缓缓抬起那颗犹如枯草般杂乱的头颅，浑浊不堪、充满红血丝的双眼顺着我的裙摆一点点向上看。四目相对的瞬间，乞丐那具犹如行尸走肉般的躯壳猛地爆发出一阵触电般的剧烈震颤，哐当一声，他手中那是若性命的搜窝头滚落在了雪地里。是顾庭轩！啊啊！顾庭轩的喉咙里发出破裂般的嘶吼，他像见鬼一样疯狂地向后瑟缩，他试图用那双满是脓血的手去捂住自己的脸，他试图翻身爬走，可那条断腿却死死地拖累着他，他只能在泥泞的雪地里狼狈地翻滚，像个极度滑稽又恶心的小丑。怎么，故人相见，顾将军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要走吗？我没有后退半步，哪怕他身上的恶臭已经顺着北风飘了过来。我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声音清冷的犹如击碎坚冰的玉磬声，不大，却精准地刺穿了他的耳膜。他猛地翻过身，竟然像一条发疯的丧家犬一样，手脚并用地向我爬来。他不顾护院手中明晃晃的刀刃，不要命地将头往冰冷的青石板上砸去，发出砰砰的闷响。念初，念初，我是庭轩啊！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那些污浊的液体糊在他溃烂的脸上，令人作呕。他拼命地在雪地里磕着头。念初，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看在咱们曾经也是结发夫妻的情分上，看在我当年也曾护过你的份上，你给我一口饭吃吧，给我一条活路吧。我快要饿死了，我的腿断了，我要冻死了啊！他那双浑浊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眼底全是令人作呕的摇尾乞怜。他甚至还试图伸出那脏手去够我狐裘大氅的下摆。夫妻情分！我冷笑一声，轻轻后退半步，避开了他的触碰。我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前世那惨绝人寰的结局。那时我也是这般，在这冰天雪地里，穿着一件补了又补的粗布棉衣，双手生满了生生熬出来的冻疮。当我喝下那杯由他和婆母亲手赐下的鸩酒时，我倒在将军府冰冷的青砖上，五脏六腑被毒火焚烧。我吐着黑血看着他，他也曾像今天这样居高临下的看着我，眼中没有半分夫妻情分，只有如释重负的厌烦，以及迫不及待迎娶林婉婷进门的急切。当年他高高在上，看我如草芥，如今因果倒转，他像条野狗一样趴在我的靴底，摇尾乞怜。顾庭轩，我没有动怒，甚至连厌恶的情绪都懒得给他，只剩下极度的悲悯与看透骨髓的嘲弄。你以为你现在痛哭流涕，是真的在为当年抛妻弃母、弃君罔上而悔恨吗？他的哭声猛地一顿，呆呆地仰视着我。我俯下身，眼神如刀般将他最后一层虚伪的画皮生生刮了下来。不，你一点都不悔恨，你只是后悔当年假死遁逃的计策不够周密，后悔没有早点把我这棵摇钱树弄死，更后悔你现在失去了锦衣玉食，成了一个快要饿死的残废。我缓缓直起身，那股长期大拳在握的凌厉威压瞬间全开，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这世上谁都有资格向我沈念初求一口续命的粮，唯独你顾庭轩不配。顾庭轩仿佛被抽干了最后一点魂魄，绝望地瘫软在雪地里，张着嘴却发不出一丝声音。我转过身，对身旁的掌柜冷冷吩咐道：去，打一碗锅底熬糊了的馊渣子来。掌柜赶紧照做，端着一个破陶海碗跑了过来。我接过那碗甚至还泛着泔水酸臭味的残渣热粥，眼神漠然地倾斜碗沿。那碗热粥直接倒在了顾庭轩那张溃烂的脸上，黏糊糊的米汤混合着血水，流了他满头满脸。滚烫的温度烫得他发出一声下意识的惨叫，但下一秒，极度的饥饿感战胜了所有的尊严。他竟然像一条真正的恶犬一样，不顾一切地趴在雪地里，全当是我今日大发善心，喂了一条乱叫的疯狗。我将那只破陶碗随意地抛在顾庭轩的脚边，再未多看他这恶心至极的模样一眼，在护院的簇拥下，头也不回地登上了马车。又是2载凛冬，某一日常例对账时，江南那边的分号掌柜顺嘴提了一句八卦，说当年那个下嫁屠户的太傅千金林婉婷，由于常年被暴打，身子早就垮了。那老屠户死后，他被郑世生的大儿子乱棍打出了家门。在寒冬腊月里，为了养活那个孽种，他只能给人当最下等的洗衣服，双手长满了恶疮，食指烂得露出了骨头。最后，在日复一日的冰水浸泡与雪地反光的刺目中，他熬瞎了双眼，成了一个在江南街头瞎摸要饭，逢人就风言风语喊着我是太傅千金的瞎子老妪，生不如死，受尽千人唾万人骂。而在同一年风雪交加、除夕夜最冷的一个清晨里，
京城外城负责收敛尸首的衙役，在十里堡外那条散发着恶臭的臭水沟里，用铁钩子勾出了一具冻得硬邦邦的无名男尸。那男尸的一条腿是畸形的断骨，浑身赤裸，身上披着的烂布条早就不知道被谁拔走了。他的双眼圆睁，眼底满是不甘与极度的懊悔痛苦，死状极其扭曲可怖。更凄惨的是，他在死前大概是想找点吃的，半个身子扎在污泥里，半张脸已经被沟里的老鼠啃得露出了森森白骨，连个收尸的破草席都没有，就那么如同垃圾般被一车拉去填了万人坑，化作了这大晋朝最肮脏的一盆烂泥。而那天正是大年初一，阳光破开云层，洒在这片崭新的生机勃勃的京城大地之上。我站在神府庭院最高的那座听雪楼上，身上披着千金难求的雀翎大氅，身旁燃着上好的安神香，俯瞰着脚下这座繁华万千的城池，听着远方传来的隐隐爆竹声，我的嘴角终于勾起了一抹极其释然、真正发自灵魂深处的微笑。天风浩荡，雪花冰消，我沈念出的余生再无阴霾，唯余长空万里，恣意繁华。